调频5列，那 AI 相关的工具，其实我们做过非常多不同的介绍。我们今天不管是 ChatGPT 啊、Gemini、Grok、Notebook LM、Perplexity， 那其实这些工具一堆啦，我们就是没有等到要分。那其实我们平常在使用的时候，也会蛮建议大家可以交叉的使用不同的工具啊，去测试它使用出来的反应，它给你的结果。那至于到了现在，可能最多人讨论的就是这种代理人 agent 的模式。那这个就是让你可能可以给他一个直接的任务性的东西，然后让他分阶段的去完成。那这中间你都不用去管它哦。那当然，对我们这种爱玩 AI 工具的人来说，你有时候在做一个案子或做一个任务的时候，去测试啊、尝试不同的这些工具，它是一个有趣的过程。那也非常多人在问啊，有没有可能只有一种工具让你就包含上述所有的功能，然后它给你的成果又是非常好的？因为这看起来应该算是市场上非常大的一个空缺。那有没有人在做这种整合式的 AI， 然后还真的做得好的？其实是有的，就是 Manus AI。那最近我们几个月测试它很多不同的功能，它可以搜寻啊，可以定时执行它的任务，可以深度研究，可以做更广的 wide research， 那可以直接设计网站，直接上架。那同时可以生成带有声音的影片 PowerPoint。那更厉害的是呢，我刚上述讲的这些全部的东西，你都可以在短短几句话里面丢给他，就让他去执行上述所有的这些生成跟步骤。那它里面当然有用到很多不同的模型，不管是自己的OpenAI 的、Google 的，甚至是 Google 的 Veo。重点就是它里面用到什么你都不用去管它，它会自己在这个任务中间呢去寻找适合的组合来使用。那我们也实际操作给大家看这个到底流程啊，还有得到的结果是怎么样。今天受邀评测 AI Agent 的产品，如果你也想体验看看这一类的产品呢，在影片上方留言告诉我你希望使用这一类 AI Agent 来完成什么工作，我们会从留言里面抽出5个价值$199 Pro 会员1个月的资格。OK， 那首先开始我们打开这个荧幕，打开他们 Manus 的这个主画面那当然你下载啊，你登入你的账号之后，你看到的就会是这样的一个画面。那首先也像所有 AI 工具一样，它就是一个对话的框。那这边可以让你输入你的需求。那你左上角点开呢，可以看到你先前的任务。那这边有全部啊、收藏，还有已排程。那排程这边是可以让你去排你这些定期要它做的任务啊，像我先前可能就有每一天要整理一些苹果啊、特斯拉相关的新闻，那它就会固定在这边出现。那甚至你可能要请它每天固定生成早安图也可以。那在我们移到下方，它就是有更多的选项，回到首页啊，一些获取帮助啊什么等等。那重点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设定的选项。那因为它这边执行呢是扣点数制的你就可以看到说它目前的点数啊、购买啊，那甚至先前的使用状况，你的这些任务扣了多少点数，消耗了多少，那这边就可以看到。那另外呢，我们移到右上角这一边这边也一样有这些通知的这个，你可以看到有什么新的这些功能啊、主题上线。那再移到过来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这边有可以显示你现在目前剩余的点数，然后免费点数多少，每个月点数这些细节使用状况。点到这个人像，就是你的 profile 的照片的时候，它也会有一些像先前设定的这些，那这个跟先左下角的设定就有点重复的功能，那代表说有2个角都可以选用到这些设定。那这边看到我们现在预设就是自适应的模式那它会自己判断出你现在的需求是什么来启动它。那比如说你现在确认，如果你要执行的就是代理人的任务，那你就可以直接选到 Agent 的地方。那或者是如果你今天只是单纯想要让它梳理一些你的需求，那你也可以先进到聊天的地方那可能就像你平常使用 AI 工具的这种方式你可能是先问，然后再选一些特殊的功能去执行。那同时它有语音输入。那下面这一排选项就是我觉得非常方便的地方，它有很多不同的功能，像点进去你要图片生成这边有一些建议就会出来。那或者是像你点到投影片这边，看它这边有很多预设的一些 template， 你就可以先让你去选择。那其实我蛮喜欢这样的设定，就它有非常多不同视觉化的东西让你预览。点进去之后，不是只有一些文字的建议，它是直接让你看到你可能想要的设计是怎么样，投影片啊、试算表啊什么这些都可以让你选择。那说像是网页视觉化这边你可以再更进一步的，像图表、投影片、网页、试算表什么都可以让你去点。你一进来，你可能你大概知道你想要做什么，可是你不太确定你要什么样的方式来呈现的话，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用法，而且重点是界面做的漂亮。那在我们跳到这个 Playbook 之前呢，我们先来看底部这边有个探索使用案例的选项。那你点进去之后，你会发现它这边其实有更多推荐。那这些都是有很多用户他先前使用的一些 template， 但他自愿它开放出来让大家分享。那其实就有更多不一样的方式啊，像精选研究啊，这个如果你今天要做相关的东西，就可以以这个当一个出发点
好，那同样数据、教育、生产力，甚至程式设计，那这个就代表说它真的是一个全包式啊。那今天怎么用，它其实都没有真正的限制，但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有一个起点先开始的话，它有非常多的案例让你参考。那下一步我们就来讲到 Playbook 这个地方，那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功能哈。那你点进去，你就可以看到它有非常多也是视觉化的这种排列出来。你看像 AI 网站建置啊、影片生成啊、网红搜寻器啊，就是这一些可能就是说你本来不一定有想到这些用法，但你可能点进来就可以看到说，原来它也可以这样用。那对很多可能初始开始学 AI 的人，你与其一个工具一个工具一个工具去测试哪一个比较适合什么，那你点进来这边就有一个很视觉化的跟你说，你可以怎么用它。那这些不只是单纯的一个建议的图像的东西而已，你真的可以点进去，比如说看一下平常比较会用到的相机比较，这个可以优惠券啦，我们大家消费的话，优惠券点进来，那这边它其实这个 prompt 什么这个提示都已经先帮你列好了，你就只要打进去你的产品。那你中间要做一些修改也是都可以的，但是你看这使用场景，它就有跟你讲说 iPhone 的优惠啊，买衣服的优惠啊，其实这视觉化，我觉得对很多现在开始用 AI 的人来讲，你不用再去读一些细文字，算是非常的直觉。好，那讲了那么多，到底实际用起来怎么样？我们就赶快先来测试几个案例给大家看一下。好，那比如说我刚买特斯拉嘛，所以吸引台湾的电动车市场的分析的趋势，然后我要的不只是数据化的深度研究，我希望它直接做成报告。那你就可以看到说，我在开始叫它做报告的时候，它中间每一个流程搜寻的什么网站啊，这些你都可以看得到。那更进一步的是，它其实在跑这些流程的时候，我们今天如果我案子刚输进去的时候，你就可以去看到它真的是用 agent 的方式去搜寻网站，它可以让它看的步骤，它看了哪一些页面。那其实你在看这些步骤的时候，你也不用在这边等，可以直接去做其他的事情。它在跑一半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说，我们刚刚有提到嘛，我可能要生成一个网站啊，还有影片。那这种时候我就可以回来这边任何它在输入报告或者它在搜寻的这个过程当中，你都可以随时打断它说你要增加什么，可能做成一个图像化的互动式网站。好，那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它网站生成的怎么样。当它做完之后，它会问你说，这个东西要不要做成公开的？那这个时候你选不选择公开，你都还是可以直接看到这个网站。那我们就直接先点进去看一下。我可以看它是非常精美的画面一个动画。那跟我刚跟他提出的需求就是我需要一个互动式的网站做的算是非常的漂亮。那这边你可以直接开始探索或下载报告。那市场近况上面这些全都是 live， 都是可以直接点下去。它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好看，非常的精美。那这个基本上，如果你今天在公司做简报，或者要给人家看一下的话，都可以直接分享给人家。那上面这个网址是别人也可以打得开，并不是只是在这个 app 或这个网域下面才能打得开。那甚至你今天如果对这个网站这些设计上面有一些要去调整的话，像我刚刚有讲说，希望保留它，也让我事后可以做一些不同的设定跟调整，你都可以再进来做一些细项的调整。copy， 或者说你可能要把什么东西删掉，这个东西我不用了，那我就把它删除掉。OK， 那我刚看完这个网站之后，我说可不可以帮我生成一个2分钟的一个台湾口音的语音来介绍这个网站？那它也会自动去生成，但是中间什么脚本什么我也不用去讲，我就直接去叫它生成。那中间有停止要我选择，就是说你要男性的声音还是女性的声音。那听起来怎么样呢？大家可以自己听听看。欢迎收听台湾电动车市场分析报告简介，我是您的专业分析师，将为您深度解析台湾电动车市场的现况与未来趋势。台湾电动车市场正经历好，我觉得口音上面还是有一点点没有那么精准但是至少在生成上来，如果你今天只是单纯只是要拿出去给人家听、给人家看的，我觉得这个也算是非常直接可以使用。那当然可能选择这个口音跟这个语言可以再更精美、再更好一点。好，那第二个测试我们来做一些比较贴近我们频道平常在做这些主题，就是 iPhone 爆料的这些整理那我这边需求也是这边这个部分也是完全让它自己生成。那这个他就把这些所有的东西就生成出来，大家跟他说想要一些规格的整理啊什么等等，好，然后做成一个网站，让大家可以观众可以去里面看。他可以看到它这个生成的过程他就已经把这些顺序都已经整理出来，然后在搜寻的过程它也会列得非常清楚，让你看得到。那我们一样我就再输入一次，让大家看到它这个总共整个在动的这个流程是怎么样，大家可以来做参考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就是你实际在跑的时候，还会看到是这个样子那这边就是 Manus 电脑他自己去瞬间同时去搜寻这么多不同的网站。那如果你要看进去的话，它其实也会让你看到说他现在正在看什么。那台湾很多爆料的网站你说这些风先生苹果迷或者是什么01什么这些，他都会一起去看，也去做一个总整理。那这种时候它完毕之后呢，你看到的就会像是我们刚刚给你看到的这一边，那这个就是完成的结果。中间这些过程看完之后，它就会，网站要不要公开这些都会问你，然后就可以点开它的网站。那这种时候看到，也是一个非常互动式的网站，它帮我列成了4个不同的机型 ，iPhone 17、17 Air、17 Plus、17 Pro Max， 那大致上预估的价格也把它打上去。那这些细项的规格，当然就是你要多细，你要它多深入，这个你都可以再去可能搜寻的过程或生成的过程，你都可以再去请它再去增加，或者说你今天在提出这个需求的时候，如果你今天真的要做一个非常精细、非常清楚的网站的话，那这个过程你就可以先把它收集起来，然后给它一个非常非常广大的资料库，然后让它去跑完这些行程，它也是都做得到。那规格上面，我觉得当然现在目前的爆料出来多少就是仅供参考啦，最后是怎么样都不知道。那很酷的是，它连这个加入比较这个方式，这种小东西它也把你做出来，这种时候你就可以去比较，2个机型有哪些可能的差异或让大家可以比较视觉化去看到这些东西，那这很不错啦。这边连最后更新的这个日期都让你看到，避免说到时候8月3号有什么新爆料出来，别人说你这个是怎么是错的你就可以给人家看到。好，那下一点有没有什么比较生活化的应用方式呢？其实也是有啦，像我们现在来讲说，可能我要帮家人规划一个5天4夜的一个东京的校庆的旅程，那下个月出发，2个人脚不太方便行程要松散一点安排在地铁站附近步行少的景点，非常简单的就是几句话给他说大概在什么附近，然后预算抓多少。那这个可能会觉得说，很多 AI 工具好像都可以大致安排的出来，可是如果你在看它搜寻的过程，它其实会真的跳到，比如说我现在可能要10月或几月，它真的会跳到长荣跟可能华航的网站去搜寻这1个月之间的票价区间大概在哪里。那这个就不是单纯的有时候他可能搜寻一些别人给出的这些资讯，他真的到现在即时的网站去搜寻。那大家也会跟你分析出来说，可能9月的票价多少，10月的票价多少，那就看你给他定的日期是什么时候。那最后执行出来的这些报告给你呢，它有很多细节的划分你看有不同报告。那如果像我们今天有时候帮长辈可能规划行程，那有时候可能贵一点，长辈可能就会说不要花这个钱，那可能你就可以把这个长荣这些飞机的这些完整的这些东西不要给他们看到，那可能单纯给他们看饭店推荐的选择，或者是这个行程的规划的部分，那这边里面就不会牵涉到任何这个旅行旅费甚至饭店的价格，针对这个行程的安排去跟他们做讨论，就算是非常的实用。那这个我们现在在测试的时候，我们也有去测试让他自己直接订到去这个订票的行程。当然我们知道台湾航空公司的网站其实它订票的流程跟国外比起来的话是稍微复杂一点，大家用的系统都不太一样。现在看起来的话，它其实在长荣的部分看起来在选日期的时候还有一点点问题，但华航的部分选日期进到最后订票这个流程的部分都还算蛮成功的。那这个可能看你提出的要求或是说使用这个网站的这个难易度啦。那我们有测试像是订高铁票什么，它真的可以进到最后一步，让你真的是要付款之前，然后再把这个使用权交回来给你，你就可以不用给他你的账号资料。那或者是你要给他，他应该也可以做得到。那我觉得现在这个代理人的使用的这种情境，我觉得它速度真的比起来跟我们自己对比的话，可能还是会稍微长一点。但是差别就在于，如果你今天会花20分钟去订票，那对比他可能花40分钟去订票，那虽然他使用的时间长一点，但是你省下这20分钟，你就真的可以去做别的事情。最后可能你等了40分钟，你可能行程规划什么稍微也看完之后，回来可能就是输入你信用卡，然后去做最后订票买票的这个流程。好，那下一点我们来测试一个比较高难度的它可能需要牵涉到它的搜寻的资料库就非常的广。那我觉得很多的 AI 工具它当然都有深入研究，但是有了深入研究，你要转成网站格式也都可以。那虽然可能没有像刚刚 Manus 说出来的这些精致度，但如果你今天要做的研究不只是深度，要牵涉到很多东西种类的比较的话，那我们刚刚有看到它 Playbook 里面有一个案例，就是你可以寻找不同的产品，看它现在在不同的电商网站上面的价格怎么样。比如说我这边输入就是我要买一个 Sony 的 A7S3 相机，那你就去找所有相对应的网站跟链接，就这边的 prompt 我完全都是用它自己提供的，我就只有填下我的这个产品的名称，然后它就自动去搜寻。
那搜寻完之后，因为它这个 prompt 里面有讲说在永久的网站上面部署它，那一样它做这些所有电商网站的比价跟搜寻之后呢，它会生成一个非常漂亮的网站给你看到。那这边你就会看到说，第一便宜的是什么，第二便宜的是什么，第三便宜的是什么，但同时它也会标说，这个虽然是这个价格，但是如果你今天比如说有 PB 回馈啊，那或像 Momo 卡的话，可能有最高3% 的优惠，它就把它打上去。那下面这边价格比较，你也可以去看它，中间细项比较的是什么。看完之后呢，你今天如果是3-4个朋友大家在讨论这个产品，可以直接分享给他们，那这东西你都可以直接点进去。它应该就会开启，对，它就直接跳到这个产品的页面，这也是都全部直接帮你整理好。这个部分的整理的话，它速度也是非常的快。好，那下个部分我们来看一个我觉得难度算高一点，那不一定现在其他的 AI 工具做得到，就是比较广度的研究。那我们知道很多 AI 工具当然它都有深度的研究，深度研究可能要转成网站或者 PowerPoint 的格式也都是可以，但是虽然可能没有像刚刚 Manus 生出来这些网站那么的精细，但如果你今天要研究的可能是不只是深度，那可能是关于一个市场的广度。像我先前有测试10个电商营运状况，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它真的是可以做一个非常广的分析。但如果我们今天要做的更广，不只是个电商，可能200个不同的产品来讲的话，那举例啦，像我现在要说，我想要去查美国，因为美国他们车最多嘛，说到底前200名销售最好的车款，那针对每一个车款去做细项的分析，提出的要求看起来是短短的一句话，好像非常的简单。跟你细去看的话，我里面200台的车的车型，然后品牌销量，我还想知道针对每一款车型它的介绍，还有它的受众分析，那哪一种比较受欢迎，然后之后我想把这个资料全部统整起来，做成一个可以互动的网站。那我希望它资讯量非常的庞大，然后它又是视觉性的可以互动，那同时也在帮我生成一个大约20秒的广告影片，可能植入在这个网站里面的这个资讯，然后希望全部都是英文的。这个当然时间耗的就会再稍微久一点。那中间它在这个地方，比如说它搜寻完所有车辆之后，那它会打断我，问我说，这个可能要耗多少的点数，你要不要再继续？因为Wide Research 它耗的点数非常高。那它中间在跑一半的时候，我看到说，它的200名，它把所有同个品牌的都放在一起，所以它在一个表单上面不会列出200台，可能是一个牌子有2台、3台这样子，那可能它上面就列出37个牌子。我就马上打断他，跟他说，我希望是前200名依照销量来排列。那他说，他理解，他要列出200台车，然后现在他新的这个研究的这个方式就马上修正，然后变成显示200台出来。那这个当然他消耗的点数，他也会先跟我讲说大约2000到10000点，问我要不要再继续。那继续之后，他可能这些报告那跑一阵他就会出来这些所有细节的报告排名。好，那先给你一个排名，然后之后再针对每一台车的这些我刚提出的这些细项，再做更深度的研究。所以它是广度的研究，先给你一个宽一点的 base， 然后之后再针对你可能里面每个细项再去做深度的研究。所以它同时进行的东西资料量是非常的庞大。像我刚刚上面有提到说，希望它在生成一个短短的广告影片。然后这边它又生成4段影片，那他会跟我说，他可以用比较精致的方式来生成，或是用比较简易的方式来生成。那当然说精致的方式生成，它耗的点数就会更多。那他有跟你说，他这边使用的是 V23的模型。那你知道 V23它生成还可以加音效，它生成的品质是比较好的。这些资讯放到网站之后呢，它也会一样问你说，这个是不是要公开？那我们就来点一下，看到这个网站。我看到它的资讯量是非常的庞大今天整个全部200台车的 list， 它都可以完全展示出来啊，这个200名，哇，真的超庞大的是，我看一下到最后200名，它都可以全部的车型都有展示出来。另外呢，还有它的所有的细项的分析他会跟你说，这些到底卖了多少啊，然后 dashboard 什么等等。那我觉得它可能可以再稍微提供多一点的资讯量在里面，可能在它里面这个整体的报告里面，你想再增加哪一些资讯，那他们这次所有任务所用到这些所有的档案都会帮你集结在一个地方，那就可以再进来看，你觉得你缺少什么，你想要再增加什么，那增加之后，这个你都是可以非常一贯性的跟他说，增加完之后再帮我生成一个网站，再做一些修改。现在目前来讲，直接看到的这个成果，我觉得至少在排名上面，这个是做得很好，但我觉得在我刚提出一些其他要求，在更深一点的地方，我觉得它可以再有一点进步。但是这个 Wide Research 也是它最近才刚，好像前几天才刚上线的功能，所以也很有趣。我们有机会来介绍给大家，因为
本来我们在录这支影片的时候是上个月，那后来中间有一些影片的问题，然后我们要重新录制，刚好现在就增加一个新功能出来，可以介绍给大家。那影片大家也可以来看一下它的效果怎么样，这个我觉得还不错。后面有美国国旗，然后前面几个销售最好的车款，这个你看当成一个网站开头的介绍，我觉得好像还 OK。对不对？有些数据啊，有些车什么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部分真的算是可以压力测试一个 AI 工具，因为现在你说我们刚上述讲的这一些每一个步骤是不是其他 AI 工具办不到？其实并不是他们办得到，他们都可以，但是你今天可能要拆分出来，用3、4个不同的 AI 工具，或者说你可能要走3、4个流程来跑完这个东西。现在我们使用这个 Manus 的用法，它就是我们短短一句话，这边就这样一点点而已，它就可以做出这么多的东西给你，而且都是可以放着它让它跑，不用去管它。那中间要随时想到什么要进来再加，它也是都可以办得到。好了，那我觉得我们这次展示出来，当然优点跟缺点都有让大家看到。如果你有在使用 AI 工具的话，应该就知道说它其实蛮容易看得出来 Manus AI 的强项。那也是为什么到现在使用1、2个月之后呢 ，Manus 渐渐变成我们主力工具之一。同时在这1、2个月内有很多新功能，它是不断的推出。那像我们刚开始玩的时候，它也不能生成影片，到后来可以生成影片的时候，它竟然可以开始用 VO3。那 VO3 的部分，如果你有在用的话，应该就知道说它不管是限制跟价格什么，它其实都有一个数量生成的限制，每一天可以多少。但是如果你今天用 Manus， 它虽然也是要花点数，但如果你今天愿意去买这些点数的话，其实有无限开火权的，你就可以一直去生成下去，所以这也是一个蛮特别的用法。那到最后我们刚介绍了这个 Wide Research， 这个也是前几天才上线，那我们刚好就有机会在这次重录影片的时候把它加进来一起介绍，所以才隔2个月我们就有3个新功能可以加进来这次的影片，所以这个进步的速度大家应该都知道是还蛮快的。那当然其他有很多 AI 的工具，它可能在每个单一的领域都很强，也是进步的速度非常快。但如果你今天要完成这个很多复杂步骤的任务你可能还是要很多工具之间去切换。就像我刚刚讲的你今天如果是用抱着玩跟测试的心态来讲，你有那个时间去耗的话，当然都是非常的有趣，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但是真的生产力导向的话，那你就不太可能每一天要做一件事的时候就去测试4、5个不同的 AI 工具。那我们会持续使用 Manus AI， 其实最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测试下来，很多时候它真的可以做到一个指令，那就提出一个蛮完整的解决方案，那让你看到它的过程说，它真的有去进行这么多的研究，这么多的搜寻，而且我觉得它品质的平均度来讲算是非常的高。那我觉得这个就是 AI Agent 好用的地方，你给它任务之后，你工作上其他事情就可以去处理它，去专注在其他事情上面。那界面上面我觉得也是一个大优点像刚提到很多视觉化的这个引导，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工具帮忙，不知道如何着手，就很需要它给我们一些 idea 一些想法。那因为他们持续有新功能，那老实讲，我们有希望它加强的一些地方。那首先就是点数制的这一点，我觉得一开始用起来你会觉得好像会很贵，但是真的用完后你会发现很多这种文字性或是搜寻性研究性的东西，它其实消耗的点数非常的有限。真的耗很多的，像是我们刚讲的 Wide Research， 还有这影片生成的话，它其实会先问你，跟你说1秒大概耗多少，你要不要再继续用下去？那可能这个是他们目前给你这个提醒的方式。但我觉得有些地方它如果可以更精确的让你知道，就是说即使我今天没有用到 Wide Research 跟影片生成的话，如果它点数量要稍微大一点的时候，它可能有个设定可以让你开启可能大于多少点数可以要经过你的同意，或者说很多细项的参数可以让你去做一些调整，在哪些步骤你想限制在多少以下，这个如果你可以比较清楚，就可以自己决定。但在使用点数的时候，就比较知道说它点数消耗的状况，还有你要怎么去调配它。那第二点，我觉得它代理人的模式，当然是这是非常的新的使用模式在现在来讲，不止 Manus， 可能ChatGPT 这一点也是常常会有差错，这个是新的，但我还是希望它进步速度，比如说它的动作可以再快一点再精准一点。那同时我也了解这个也要依赖更多使用者的使用跟训练那这个工具现在进步的速度来讲，有可能我们影片剪完，或者我们下个月在谈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它可能代理人的使用的功能就已经进步到那个程度。那这个我们就先期待一下吧。今天这支影片就是介绍这个工具给大家。那如果你也想体验这种全新的这种工作的模式，那我觉得你可以去试试看 Manus AI。那我觉得蛮有可能你用过之后，也会跟我们一样把它列为你一个主要 AI 的工具之一。今天受邀评测 AI Agent 的产品，如果你也想体验看看这一类的产品呢，在影片上方留言告诉我你希望使用这一类 AI Agent 来完成什么工作，我们会从留言里面抽出5个价值$199 Pro 会员1个月的资格。好那我们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那有其他更多的资讯分享把它放在下方。那如果觉得有用的话，就记得订我们的频道跟分享我们的影片。OK， 那今天影片先到这边，我们下次影片见，拜。